说实在的啊，不提陈硕，我觉得李媛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我也不太认同。那不管怎么说，人才躺了半年，就要放弃治疗，就要送他走。那如果他就是醒不过来呢？那就算是真的醒不过来了，我也觉得李媛这么做有点太绝情了。那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我就不参与了。如果说服不了我的话，代理效果可能也会大打折扣的。早啊！哎，夏叔，早。你过来呗，跟你商量个事儿，关于李媛的案子。刚才秋华也跟我聊了一下，他现在呢还是暂时无法接受李媛对这件事情处理的方式，所以要不然这案子就咱们俩代理吧。妈，我得去公司了，您中午吃什么？我帮您订。谢谢，不用了。我在医院订好饭了。妈，别的都没事儿，我走了以后您一定要记得给他吸痰。你不用每次都这么叮嘱，我们都配合很久。我知道2个小时，准确的说，1个小时40分钟之后，我就会给他翻身。行了行了，忙你的去。那您要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吧。好。李律师，你们怎么来了？我们给你公司打过电话，他们说你在这儿，所以我们就想说过来，顺便了解一下情况。妈，他们是我找的律师，这位姓罗，这位姓夏。你好。你好。2位律师好。这位是我丈夫袁刚。他看上去好像就是睡着了一样。他就是睡着了，早晚有一天会醒来的。你们看他的面色多红润呐，哪儿像有病的人呢？这比刚回国的时候真的是好多了。袁刚，袁刚，有人来看你来了。袁刚，你听见了吗？有人来看你来了。不好意思啊，我失陪一下，我在外面等。我和李女士还有点事儿要聊，我先在外面等你吧。好。妈，那我先走了。再说，怎么了？罗姐，我知道蔡阿姨为什么不愿意放弃了。她儿子就面色红润躺在那儿，好像随时会醒过来一样，她怎么可能放弃呢？不好意思，确实刚才看了一下情况，袁先生躺在那里气色挺好的。他确定不会再醒过来吗？我带你们去见一下袁刚的主治医生吧。好，走吧。准确的说，袁刚不是植物人，而是脑死亡，他没有自主呼吸。现在躺在医院病床上呢，只是一具借助于器械呼吸的躯壳而已。事实上啊，李女士把他从国外运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能算是活着了。在我们医院又躺了3个多月，他的脑电波从来没有活动的迹象。可是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会醒过来？脑死亡不会有奇迹发生。如果现在拔掉呼吸机，过不了几分钟，连他的躯体都会死掉的。他以现在这种方式活着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你看，除了医疗成本，还有人力成本，每隔2个小时就要给他翻1次身，大小便呢完全要靠人服侍。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并不能让他活过来。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讲，他已经死了。你们还愿意代理吗？如果不愿意，我可以换人。易女士，如果你现在选择放弃的话，你自己没问题吗？您会不会觉得对不起你们曾经的感情？你觉得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我自己吗？我跟你们讲一件我跟袁刚的事儿吧。有一次我们俩去登一座国外的雪山，结果在山上遇到了暴风雪，必须要在山上过夜。虽然我们俩都不是什么户外小白，但是那天我们都觉得自己肯定死定了。
那时候我就问袁刚，你说咱们整天上天入地的，拿自己的生命去这样冒险，值得吗？袁刚说，如果让他再活一次，他还会做出相同的选择。那个时候我们俩就约定好，如果当时我们俩活下去了，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遇到了今天这样的情况，一方必须要为一方负责。该放弃的时候就得放弃。我知道这个选择是沉重的，要担一辈子呢，但是我愿意承担。我得让他有尊严的走。李女士，您真的太了不起了。你放心吧，我们决定了，我们会带领你的案子，并且会全力以赴地帮你去打这场官司，希望能够完成袁刚先生的心愿。谢谢，谢谢你们。那我就不送你们了，我还得给袁刚再去办点手续。你也多保重。走了。47，资料74，那个您看那个，对，是的，崔女士。来了，来，请进，请进。袁刚，我儿子啊，你们看他的气色，不像病人吧？不像。来，请坐，请坐吧。坐。哎，又是还有被子什么？这是在这住是吧？啊，是。我跟李媛啊轮流倒班儿。他呢每天啊得擦洗2遍，但是啊每隔2个小时要给他按摩翻身，要不然呀就会肌肉萎缩或者是长褥疮了。来，你赶紧坐，赶紧坐。那就2个小时一次。是，那您能应付哈？能，我喜欢干。哎呀，这不是长这么大，也是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起来的，现在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一样。还好。谢谢你们啊，这么忙还跑到这儿来帮我。哎，您别这么说，崔女士，我是觉得这么一直下去啊，您会很辛苦。薛律师，你只看到了我吃苦的一面，可你没看到这背后我还有快乐的一面。袁刚他爸爸在他1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我们呀，就是母子相依为命。我是老师出身。我深知道啊，一个单身母亲带着儿子，那要培养他独立的人格，所以啊，他大学一考上，我就让他出去自己住，自己面对社会，面对困难和挑战。他呢，也还蛮争气的，知道我不容易，所以后来有出国深造的机会，他都没去，放弃了。他们结婚之后啊，就在他们的新房旁边给我买了个小房子，以便于他没事的时候。可以常去看看我。哎呀，我就在想，他出了这么严重的事，之所以不肯咽下最后这口气，可能就是因为他不放心我，他不能够让我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崔女士啊，我们这边呢也侧面呢了解到了一些情况。李媛跟袁刚呢，他们夫妻2个之前应该有过一些约定，就是说发生这样的这个情况啊，他们呢愿意放弃积极的治疗，去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不相信，袁刚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倒是有一个事情我知道，因为潜水，他们2个人呢买了巨额的人身意外险，互为受益人。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他们2个买了巨额的保险。明白了啊。那他们夫妻2个关系怎么样？出事之前还好吧？他们俩能玩到一块儿。要不是因为李媛的原因啊，
我相信很多事情我儿子不会去做的。那比如呢？比如潜水啊，比如丁克。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知道我非常喜欢小孩，可是因为李媛不愿意生孩子，他们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我儿子爱李媛比李媛爱他更多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怕你们笑话，他们两个结婚之后啊，还各自有自己的异性朋友。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找袁刚认真谈过好几次话。后来他说：“妈，你不要管了，这是李媛的意思。说你们这代人不能理解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爱情观。我想，既然是李媛的意思，那我就不好多过问了。如果真像李媛说的，他那么爱袁刚，那他为什么急于想甩掉这个包袱，急于要终止治疗呢？”哎，有句话我必须得说，要不然憋死我。说，罗英子现在是要坚持代理李媛这案子。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是吧？咖啡，哎，烫啊！谢谢。哎呀，这躺了也就才半年，我现在特别想知道，罗英子代理这案子只是单纯的想挣点代理费，还是说他打心眼里边就认可李媛这种想法？如果要是认可，行了，咱不说了，行吗？薛律，我觉得罗律师其实挺专业的，就代理个案子嘛。他专业我认可，我觉得你们两个同时代理一个案子，一定会影响感情。行了，我附近还有点事儿，不跟你回去了啊。送你呗。不用，很近。师傅，你别听薛律师的，我觉得崔阿姨质疑她儿媳妇的做法，这能理解。但是要是怀疑他们的感情，甚至觉得她儿媳是因为人身保险，这就是过了。师傅，你案子坚持要打吗？打。我不光要打，我还要打好，打赢。申请人崔维珍与被申请人李媛撤销监护权纠纷一案，现在开庭。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当监护人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以及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人民法院会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那么在本案中，被申请人李媛在有能力支付袁刚的医疗费用，且明确知道一旦停止其治疗，袁刚先生会立即死亡的前提之下，依旧明确地表示了要终止对其的治疗。他希望或者放任了死亡结果的发生，严重损害了袁刚先生他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因此，申请人请求撤销李媛对于袁刚的监护资格，并且指定崔维珍作为袁刚的监护人，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被申请人自袁刚事故发生至今，始终竭尽所能履行监护人的职责，并不存在申请人所诉的怠于履行义务，甚至损害袁刚权益的行为。他在对袁刚先生的救助、治疗等一系列活动中，完全的尽责的履行了监护人的职责。袁刚的国内外主治医师均宣布其已经脑死亡，希望被申请人可以尊重自己的意愿，放弃对其进行无谓的治疗。面对一个正处在昏迷，他有心跳、有呼吸，且与申请人有时会有情感交流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讨论他是不是死亡了，难道不觉得残忍吗？他死亡了，他没有，袁刚先生没有死亡，他此时此刻就躺在一个离这个法庭不到10公里的医院的病床上，与死神做着顽强的抗争。但我觉得遗憾的是，为什么有人要这么急切地去结束他的生命呢？袁刚先生，他只有34岁，
各项身体指标跟机能是良好的，只要给他良好的照顾，他可以活上很多年。那对于这样一个活着的人，我们为什么，或者说谁有权利来结束他的生命？谁有？请问申请人啊，您说您和袁刚先生之间还是有情感交流的，那您有证据吗？有，我看到他对我微笑。他带着呼吸机如何对你微笑呢？这是一种只有母亲才能看到的微笑。所谓您和他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流，除了您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过，这难道不是您自己的错觉吗？不是错觉，是察觉。其实本案的焦点呢，就在于袁刚先生是否已经死亡了。如果他还没有死，那么今天我们在这坐着参与讨论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是凶手。如果他已经死了，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就是是否要让他有尊严的离开，以及解除活着的人对一具尸体的不必要的义务。袁刚先生死了吗？当然已经死了。国外国内的医院多次做出了已经脑死亡的诊断。申请人如果愿意承认的话，他应该记得在医院做出袁刚先生已经脑死亡的结论后，他不甘心，又3次请了院外专家来会诊，3次会诊均做出了同一诊断：袁刚先生已经脑死亡。依据现代医学的诊断标准，袁刚先生就已经是死了。我们理解本案申请人和袁刚先生之间的母子情深，但是感情代替不了科学。袁刚先生死了，他不能因为申请人的不舍而复生。我方呢，刚才向法庭出示的证据表明，袁刚先生生前在他的社交账号上多次公开明确地表示过，一个人应该有尊严的生，有尊严的死，并且袁刚先生已经和本案被申请人有约定，万一有一天两个人有一方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一方要保证协助另一方有尊严的离开。今天，当现代医学已经确定袁刚先生脑死亡的情况下，我方当事人正是出于他们之间的爱情，出于当初两个人之间的承诺，才决定放弃积极治疗的，送袁刚先生有尊严的离开。这是他作为监护人的义务，也是一个妻子对深爱的丈夫最大的爱。陆大夫，您认为袁刚先生已经死亡了吗？依据现代医学的标准，袁刚已经脑死亡，他没有自主呼吸，脑干反射消失，脑电活动消失，而且他持续这种情况已经有半年了，也就是说，在半年以前，他都已经死了。谢谢您，陆医生。那么，请您告诉在座的诸位，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临床死亡吗？不能。医学上所谓的临床死亡，指的是心跳和呼吸停止。那么，在我们国家，法律宣告一个人死亡用的是哪种标准？是临床死亡还是脑死亡？是临床死亡。所以，我们不能说袁刚先生已经死亡了。可是现代医学的从临床的角度来说，袁刚先生没有死，对不对？也可以这么说。所以，袁刚先生他没有死，没有问题了。卢医生，我国传统以临床死亡为死亡诊断标准，那么现在呢，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医院和家属接受脑死亡为死亡标准，对吗？是的。事实上，和临床死亡相比呢，脑死亡更符合现代医学的观念。如果一个人已经宣布脑死亡，他还有可能会被重新唤醒吗？不可能了。脑死亡对大脑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一个人一旦脑死亡，他的躯体虽然没死，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再醒过来了。那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临床死亡和脑死亡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脑死亡和临床死亡的标准，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说
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人如果宣布了脑死亡以后，通过现代医疗措施，他的躯体还可以维持数年甚至数十年，但是这种强制性的医疗是没有意义的。一个脑死亡患者，起码需要一个壮劳力，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护理，进食、排泄，每隔2个小时呢还要翻身一次，擦洗身体。另外，像袁刚无法自主呼吸，他必须住进特护病房，费用昂贵。但更重要的是，这巨大的付出是没有价值的，患者不可能再恢复了，还带来了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家属的不堪重负。所以呢，从我们这个角度上讲，是没有意义的。陆医生，鉴于您刚才所说的，我可不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啊？只要一个人他有呼吸、有心跳，我们就不能宣告他死亡，是不是？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必须征得患者监护人的同意。如果监护人不同意，我们就不能放弃对患者的治疗。卢医生，可是也像您刚才说的，袁刚是没有自主呼吸，也就是说他是依靠着呼吸机来维持呼吸的，对吗？是。如果关闭呼吸机，他的躯体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死去。我问完了。被申请人李媛女士，我想问你，是不是为袁刚先生购买过大额的人身意外险？对。总额有多少？被保险人如果发生意外死亡的话，理赔金额是120万。受益人又是谁呢？是我。李媛女士，你声称在婚后跟袁刚先生的感情非常的好，彼此很恩爱，这个是事实吗？当然。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有一点点敏感，但也希望你如实回答。您在婚内有出轨行为吗？没有。你有异性朋友吗？沈厅长，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被申请人李媛女士，她是一位职业女性，她怎么可能没有异性朋友呢？对方代理人这样的发问，完全就是别有用心的。有异性朋友是正常的，可是有关系密切的异性朋友，这个就不正常了。请被申请人李媛女士，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在婚内，你有关系密切的异性朋友吗？请问对方代理人，您是如何定义关系密切的？比如说，在袁刚先生还没有死亡，就可以代替李媛女士去保险公司办理理赔业务的人。我知道你在说谁，但我认为你这样含沙射影是非常下作。没错，我确实是找过我的一位同事，异性，帮我办理过保险公司的理赔事宜。但那是我跟袁刚共同的朋友，以前我们还经常一起聚会呢，这奇怪吗？人身意外险不仅仅是在死亡的时候才去发生理赔的，当意外发生、治疗开始的时候，保险公司的义务它就已经开始了。我每天都在医院照顾袁刚，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我找我的朋友帮了帮我，这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没有，您大可不必这么激动，我就是问一下。你的这位异性朋友是单身吧？是。在婚前追求过你吧？追求过，对吧？对。所以呢，你想说什么呀？请问对方代理人，你在暗示什么？你是在暗示被申请人有第三者，并且是为了这120万元而终止了袁刚先生的积极治疗，对吗？那你方就要拿出确凿的证据了，否则你涉嫌诽谤。同时，法庭应该注意的是，不光是袁刚先生有巨额的人身意外险，李媛女士也有，受益人是袁刚。而且，李媛女士很早就向崔女士表示过，一旦袁刚先生身故，她将愿意放弃袁刚一切遗产的继承，当然也包含了那份意外险。对方代理人的言辞不光是亵渎了李媛女士和袁刚先生恋爱5年、结婚7年的真挚爱情，同样也亵渎了袁刚先生本人。李媛女士啊，您很爱袁刚先生吗？
请你不要笑，回答我的问题。当然，当然，你刚刚回答的是当然很爱，对吗？那我就奇怪了，为什么袁刚先生刚刚昏迷了半年，你就忍心要结束他的生命？对方代理人，请问你相信这世界上有爱情吗？你相信吗？你是相信这世界上有爱情，还是相信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算计和利益交换呢？为什么别人对爱情采取的行动，在你的心里面只是为了钱、为了利益，还是你个人生活中对待一切问题就是这样的处理原则呢？代理人，不要在法庭上发表与本案无关的意见。尊敬的法官，袁刚先生脑死亡才半年，可本案被申请人为什么要在这仅仅的半年当中要结束对他的积极治疗呢？因为爱情。正因为袁刚先生和李媛女士相知相爱，李媛女士才知道如何做是对袁刚先生最大的尊重。袁刚先生不是昏迷，他是脑死亡，是他本人不愿意一具没有感情、没有知觉、只会呼吸和排泄的躯体活在这世上。作为这世界上最理解，也最爱他的知心爱人，本案被申请人是在帮助他达成自己的心愿。没有人会理解李媛女士做的决定会有多艰难。她是帮助自己的爱人解脱，但是她同时也把重负背在了自己的身上。也许过了很多年以后，她也会问自己，当年她做的那个决定是最好的选择吗？是最对的吗？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什么又是最好的选择呢？本案的被申请人经济状况良好，而袁刚先生他有丰厚的资产。如果现在以这样的状况让他活着，那对于被申请人来说，他是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可是他不能这么做，他不可以这么做。原因就出自于他爱袁刚，他是尊重袁刚的选择的，他不想让袁刚违背自己的意愿，只作为爱情忠贞不渝的象征物活着。双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了。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哦，不好意思，法官，有的，我们这边想提供一段视频，作为补充证据。审判长，法庭指定的举证期限已经届满了，我们不同意其当庭提供证据。审判长，本案的申请人呢，对于现代化的科技产品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这个视频也是我们刚刚帮他恢复的，对于理清本案的事实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强烈要求法庭可以允许出示。妈，对不起，你生病了，我也没能提前回来。我和李媛在查回去的机票，打算早点结束行程，争取马上回来。你好好养病，好好听大夫的话，把身体养好。你对自己要有信心，
一定能长命百岁、健健康康，一直陪在我们身边。而我，你也放心，只要一息尚存，就会一直守护着你。你好好的，等我回来。李媛女士，如果你愿意承认这是事实的话，我相信你会非常清楚地记得，这段视频是你跟袁刚先生去西藏登山，袁刚先生自己亲自录制。刚刚你也看到视频，在座的所有人都看到视频。袁刚先生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了，只要自己一息尚存，他就会一直守护在母亲的身边，一直。可是他现在只是一息尚存吗？他的心脏还在坚强而有力地跳动着，跳动着，跳动着，一下，一下，一下跳动着。下面请允许法庭放第二段音频。大家都听到了吧？这个心跳声是袁刚先生本人的心跳声。这个心跳声是一个人的生存意志，是对生的渴望，是对生的呐喊。袁刚先生还活着呀，他的心脏在这样一直的跳动着，跳动着，跳动着。请问您和您的代理人，还有审判长、审判员，你们在座的每一位，谁有权利和资格去让这样的心跳声停止下来？谁有？李媛，你还想说点什么？没有。被申请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没有。全体起立。撤销被申请人李媛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崔维珍为袁刚的监护人。闭庭。谢谢。嗨，没事没事，应该。来了，来。罗律师，您对今天的判决怎么看？我们对判决的结果表示遗憾。时代在进步，人们的生死观也应该改变了。当人只能作为一具躯体，没有尊严的维持时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对本案的申请人的诉求表示理解，但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用自己的情感去绑架他人和死者。那你们还准备上诉吗？我们和当事人讨论过了，我们不上诉了，但并不表示我们认可此次判决结果。谢谢，让一下。谢谢陈律师。不谢，谢什么？应该做的。这回安心了。孙女士，法院判决指定您为袁刚的监护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永清小哥，我儿子没有死，只要我活着，他就不会死，他会永远陪着我活着。我感谢法院做出的公正判决。陈律师，您在法庭的发言非常有力量，我想知道您认为本次案件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您对本次判决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不好意思啊，无可奉告。来，对，让一下，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陈律师，你们赶紧忙吧，我得去医院。哦，您去，好，崔女士，咱保持联系。好，方瑞送一下崔女士。哎，好嘞，谢谢，慢点啊，再见。来，这边请。
我就说吧，别接这案子，多伤感情。师傅，快去追啊！案子是案子，生活是生活，别混为一谈啊！不追了，罗英子呢没输过，他这次输了，我得给他时间去舔伤口。不想了，不想了，咱们不赢了吧？吃饭去，开车。走啊！哎呀。爸，我回来了。哦，英子，哎，你怎么回来了？您给我寄的书法我收到了，就说回来看看您。没什么事儿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您坐着啊，我把东西放屋里。爸，饭好了，吃饭吧。英子，哎，你来。怎么了？嗨，我这个手这个倒刺儿啊，总也剪不掉，老花了嘛。你看，你帮我剪掉它。爸，你眼睛看不清楚就别自己剪了，你看都剪破了。等会儿啊，我给你拿药抹抹啊。先别剪了啊。陈硕这个人运气这么好，找了我这么个好女儿，有福气啊！你看，爸啊，是想套我话呢吧？能套出点什么吗？什么都套不出来。忍着点啊，有点疼。哦，忍着点。哦。嗯。爸。嗯。你是不是想我妈了？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从一进门到刚才就看您总看这只手，是不是后悔当时给妈妈签字了？从来没后悔过。可是当时如果就这么维持着，万一有一天醒了呢？这个问题啊，我和你妈妈讨论过很多次了。我们共同的意见就是活着的时候就好好活着，一旦身体不行了，就痛痛快快的走，免得成为你的累赘。爸，你怎么能这么说？你们怎么可能成为我的累赘呢？英子，我们俩先说好啊，一旦爸爸身体不行了，你就让我痛痛快快的走。这个走之前呢，我就希望看到你有个人爱你，有个家庭。陈硕是不是这个人啊？爸，你是不是很想见见他？其实一直没让您见他，是因为我怕您不喜欢他。
我喜欢不喜欢有什么关系啊？重要的是你喜欢不喜欢？嗨，又不是我和他结婚，是不是？行，那我回头就把他押过来，让您见见他。越快越好。好，走吃饭去吧。这手啊，先别沾水了啊。好，待会儿吃完饭我给你剪指甲啊。哎，罗正义啊，那天法院门口转身走了，我以为你不理我了，等你的电话等得肝肠寸断的。少来啊！这我回来趟老家，说回来也没有个人接我呀，还得让我自己回去。你回家让我接你，你也没跟我说呀。再说了，你回家为什么不带我回去啊？让我见见我未来的岳父啊！别没脸没皮的啊！花字还没一撇呢。哎，那个你有空吗？咱们俩见一面呗。干嘛找我算账啊？差不多这意思吧。我想跟你复盘关于那个案子，怎么着？行不行？要不要见一面？你今天有空吗？有空，用不用去接你？不用了，我已经叫了车了。雨怎么迷上了眼睛？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它不曾提起。雨飘飘荡荡，不着痕迹，轻语之间，它来去不语。我习以为常的宁静，是看不见的云给我隐蔽。那